当时呢，朱德跟李立三可能有一个私人插曲。当时朱德特意去找李立三，想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李立三不同意。为什么不同意呢？他当时在国民党是个教头，他是专门在国民党培训那是军事人才的，做教官的，所以他是国民党的，也不同意。以后是在周总理还有一个姓张的两个人介绍把朱德介绍入党的。那是在南昌起义前大概就半年的样子，入党以后，朱德呢也知道要跟共产党走，现在铁了心一定要起来造反。当时四面八方压着没办法，有的军队内部也有的也不是统一的，也有像共产党，也有像国民党，也有地下工作者，这样的凑合起来，准备在7月29号商量，就决定8月1号在南昌起义，利用南昌的一些原有的部队呢，大概一共加起来，周总理带一些部队去了，朱德也带了一些，凑起来就28000人。毛泽东是在秋收起义的时候，他就先走一步，他搞秋收起义，呢，也当时是国民的要他打长沙人少啊，那是光是农民，那怎么打得了呢？肯定打不了的。他就通过铜鼓到秀水，在萍乡这样回旋转来转去，最后就往赣南去了，是这样的。81是在前面，9月9号是毛主席上井冈山起义，算是也算是拉起个旗来去造反。结果呢，为了这个事，当时党里还有人要求把9月9号列为建军节，他是农民起义。但是周总理跟当时李立三，他是正宗的从那个国民党内部政变的兵变搞这个，就算是正规武装，有枪，然后呢那个时候还是土铳，还有苗子刀枪，没有正规的部队，就这样的又把81作为建军节。那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，可以跟国民党对着干了。因为他那边屠杀了很多共产党损失很大的，结果没办法，结果的起义也失败了，28000人，最后分成2路，一路是由周恩来、叶挺、贺龙那种人，他是往陆丰方向走到福建，到潮州，到哈罗峰。陆丰不是有一个彭湃吗？彭湃也是农民领袖了。路上的国民党不是他是那这一块呢，就有12000人带了到叶挺，那是呢，带着陆丰去跟陆丰会合等这样的。结果路上的国民党的穷追猛打，围追堵截，路上也有的呢没把握，有的团长溜号了，跑掉，他怕搞不成就溜了，就剩下的12000人，就由叶挺带了上陆丰。朱德以后也带了12000人，结果朱德呢带的路上人也是打散了，很多人都回去了，有的就不打了，跟部队走了，是散了。最后呢，这个联系叶挺那边没联系上，没办法，追到叫什么三河口还是有个地名，在那个地方停下来往哪边跑？听说毛泽东秋收起义上井冈山，朱德带了800人上井冈山，就这样上井冈山。陈毅是跟朱德一路到井冈山的，真正的起作用的就是这个核心人物是这800人里面，核心人物800人，要周总理也联系上了，要周总理也投靠了这个朱德了，但是周总理
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。李立三呢是瞧不起朱德的，他认为朱德是国民党不可靠。他朱德原来是黄埔军校的政委员，黄埔军是校任黄埔军校的政委员，周恩来蒋介石是校长，周恩来一直是共产党的，他在法国留学那个时候就拉旗杆的，就加入了共产党。他是国民党跟共产党合为一股。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，他是以国民党还积极支持共产党，拥护要团结共产党，这个像兄弟一样的在一起，都在人头里搞翻了，这样的。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是孙中山发起的，是围绕孙中山有国民党有共产党，所以那时候成立国民政府，毛泽东还是国民政府的新闻部部长，那个时候他的有那么大的官。朱德一是国民党以后，由周总理做介绍人入党的，以后加入共产党。这他是教官嘛，他是个教头嘛，他在仁贵叫天三点水是一个真字，天尊嘛，天尊云南嘛，云南是贵川嘛，仁贵在广西。那时候上江山以后，一次返回讲成功了，是毛泽东指挥，二次也是他指挥，三次也是他指挥，都搞成功。到第四次开始，那是就陈毅的这反对毛主席，结果呢，先中委主席就写了陈毅了，把毛主席抛开了。但是是共产国际王明，他是共产国际派下来，其实他不是农民起义的，他是苏维埃苏联为了支援革命，他向中国派的是留学生，王明是留学的，他派了金刚山来要做指挥，他一打仗就失败了。但是前的总指挥是周恩来四次战役是周恩来指挥，是失败了。第五次蒋介石的发动80万军队，当时红军只有20-30万人。李立三也是建党创始人之一，张国焘、李立三，毛泽东当时是书记员，他是做笔记的书记员，还有董北武，我知道是几个，他一共是18个人嘛，要叛变了，第三呢，这有的是技术革命了，真正的技术革命呢，最后解放只剩下了毛泽东跟董北武。第三是先搞右倾，以后搞左倾，军力总不够，力量不够，他要打长沙，毛主席不同意，就跟他闹翻了。冒险主义是左倾，有的本来可以打的，他不会打。毛主席是在搞游击战的，他是琢磨不进的，他进来了我就退，我退了，他赔了了就打，他是灵活的战略战术。第三，他是在苏联学的那一套，他是军事指挥，他是按照国际苏联那一套打仗，这样催成优势兵的打的。那后来呢，他没办法，几次失败了以后，这次提议还想把毛主席当时冷落了，好可怜的，生病大病一场，那他搞的是疗养，把他军事指挥权撤销了，没有了，没过问了。当然了，张国焘都在，陈独秀都在，以后死了，80几年的、70几年的都死掉了。李立三跟王明以后都是共产党内部，特别是遵义会议就一致提议要把毛主席请回来，1、2、3次都打赢了，4次打输了，还5次那么多兵，国民党3倍干5倍杀，到处都碉堡，他就把这个整个红军围死了，没办法，只有撤退，不退就消灭了，清军覆没了。那个斗争很残酷的，国民党跟他搞翻了，蒋介石搞翻了，他是想把共产党灭掉。共产党呢，就不管怎么样，因为毛泽东智慧相当高，他的农村里，他的湖南搞企业，他搞了一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，他都是调查研究放在第1位的。那是
没有人管得下，没有人吃得消。他智慧，你看我今天看了一些1935年，他不是33年长征到山北嘛，以后他是在那生根了，生根他当时是要老百姓这个交粮的，天干了，国民党呢开始呢还想发工的呢，还人都还一点物资，只要全部卡死了，物资都不给，粮食也断了，药也断了，全部都毛泽东就号召大家搞大生产运动，他自己带头在窑洞门口挖了一亩，他真正自己挖了一亩地，种菜呀，搞什么，他就号召大家都来，要是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周总理就纺线呐、棉花，我放以后种棉花呀，种粮食啊，部队是自给自足啊，国民党不给我是自己一家人，这也是毛泽东的倡导，不然的话部队得冒死。以后毛主席叫王震啊，3部曲一个旅专门去开垦放地，就是北大荒了。